3、4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5、6、7。想去凉快点的地方。哎，刚刚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想去凉快点的地方。唉，只能从窗外听到大家的讨论，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。好想参加他们的话题呀！哎，什么？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我也想听。酒馆里的客人们最近激烈的讨论起了一个话题：谁才是蒙德城最强战力？最强？强到一拳能放倒几只丘丘人，算最强吗？好，那我要提名你。对了，巴顿先生，关于这个话题，大家讨论出什么共识了吗？指望自由之都的人轻而易举达成共识，就像期待天上掉渔人吐丝一样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谁手里的信息都不全面，所以讨论才会变得激烈又有趣吧。现在市面上占据主流的提名，我想想，应该是蒲公英骑士派和暗夜英雄派吧。我支持你哦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进酒馆打听看看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异闻呢。哼，这份悠闲真让人羡慕。你们不用管我。唉，
我也得继续工作了。晨曦酒庄的蒲公英酒，有空一定。嘿，朋友，你好，怎么样？想听听六指乔瑟呕心沥血的最新作吗？蒙德的最强战力，我想，那是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。没错，这就要说起半个月前的某一天，我去望风山地寻找新作的灵感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发现了一位极具破坏力的强者。望风山地的一大片地貌都被那位强者改变了。哇！那时我躲在灌木丛后面，看到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跑远了，只留下面目全非的山地。但是这样说了，别人也不相信。小女孩和那么强大的破坏力，很难联系在一起呢。要我说啊，她一定有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宝物。说不好，还是全蒙德最厉害的宝物。你是说宝物？你听见了吗？这是我的猜测，不对，是吟游诗人敏锐的感觉。谢谢你，啊，难得的知音啊！我是多么喜悦，居然在……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呢？名字我就不知道了，不怎么在蒙德城里见过她。哎，别不相信啊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听上去还有点神神秘秘的呢。不过，谢谢你的情报。那是青梅竹马。你好，想来没什么。你问我心目中的最强战力，那应该就是光辉万丈的大冒险家斯坦利先生了吧？虽然协会的塞琉斯会长也很厉害，但能够直面禁忌海魔兽的只有斯坦利先生一个吧？禁忌海的魔兽，听上去很凶猛呢。要是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害怕吗？没错，毕竟那个安全第一。哦，你也，要说最强的话，那当然是我们的秦团长了。就是因为秦团长太厉害，甩几下剑就能击败一记守卫，一个人就能扫平达达乌帕古的3大部族，才会让我们过得太安逸，无所事事。秦团长给人的感觉的确很可靠，但是总觉得这个家伙已经醉醺醺的了。今天想喝点什么？最强战力？我不太关心这类话题。哎，我还以为会有什么只有九保先生才知道的消息渠道呢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可不做情报方面的工作，但真要我推选一个人选的话，暗夜英雄吧。我听人提起他的事迹，好像是从深渊教团手里救出过平民。出现了，是隐藏情报。话说回来，那些深渊教团的怪物还真是四处作乱啊。果然就跟巴顿先生说的一样呢。
但是如果像这样谁都说服不了谁的话，岂不是永远都不能知道蒙德的最强战力到底是谁了？啊，有啦！我们去找秦团长问问看吧，说不定会有西风骑士团认证的官方排行榜。那就要看他们有没有算上你的事迹了吧。放心，我还是很信得过你的实力的。秦团长，打扰你了，我们在收集蒙德最强战力的情报，有没有那种西风骑士团认证过的官方排名呢？蒙德最强战力，抱歉，不能帮上忙了，我身边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。唉，好可惜，我还希望看他排上前5呢。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统计，我对这位荣誉骑士的实力也从未质疑过。对了，说到这个，最近又有深渊教团的法师在蒙德城附近鬼鬼祟祟的出没。如果你们在蒙德周边逗留，也希望能够帮忙留意一下。以你的战力，守护人们的安全，应当不成问题。好，如果能把深渊教团解决掉的话，他的排名又会上升一点吧。总之，打倒他们就对了啦。感觉被你们的干劲激励了呢。那么，一路小心。你没事吧？我很好，对不起，撞到了你们。这上面写的是：城里放炮禁闭式报道，炸弹伤人请找上门，放火烧山可立完蛋。哎呀，这是凯耀哥哥帮我总结出的生存守则。生存守则？就是不论如何，千万不能违反的东西，不然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。忘记做自我介绍了，我的名字叫做可丽。我知道你们的事情是帮助了蒙德的荣誉骑士。哇，好感动，又一次得到了肯定。我是金安博。不对，来不及说这些了。我其实有件很紧急的事情，所以才抱着地图跑来这里。我埋在低语森林里的宝物不见了。你是说宝物？还带着宝物？6指乔瑟先生说的强者，难道就是可丽吗？宝物失踪可是大事，要不我们帮你找回来吧。好耶，谢谢你们。我看看，喏，宝物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，我圈出来了。我在买宝物的地方还插了一个小木牌，很好找的。
木牌，好像能明白宝物为什么会失踪了。荣誉骑士哥哥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啦啦啦啦啦！明明东西不见了，小可丽怎么很开心的样子？因为最近雷泽和阿贝多哥哥好像都很忙，可丽不能去打搅他们。但是可丽现在交到了新的朋友，没想到会有哥哥帮忙，嘿嘿，可丽很安心。到了，就在这附近。你们看，我那么大一个宝物，之前就是埋在这儿的，被挖出了一个坑呢。啊，是深渊法师？难道他就是秦团长之前警告的，偷偷接近蒙德城的？诶，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？啊，是我的宝物！诶。切，那女孩居然带了帮手，计划有变。喂，你有本事别逃呀！深渊法师，之前来森林里玩的时候没有见过呢，看起来挺可爱的。快把宝物交出来！烦死了！好不容易到手的，怎么可能还给你？别摆动作！喂，小可丽千万别被迷惑了，深渊法师是坏人哦。是的，秦团长告诉过我，偷东西是不好的。站住！如果你们不在，只有那小女孩一个人的话，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她还回来的话。深渊法师逃到这里就不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侦察骑士登场。是秘境的入口，深渊法师一定是逃进去了吧？小可丽还跑得动吗？要不要留在这里？我们讨来宝物之后还给你。不行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
毛茸茸偷的是我的东西，我自己也要负责把它夺回来。嘿嘿，可莉是很厉害的。荣誉骑士哥哥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你的信任，我收下。雕虫小技。追上来了吗？看来你们还算有两下子。不过，
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想要做什么？我们可是在人类的传言里收集到了详细的战力情报。这个红衣服的小女孩拥有蒙德城最厉害的宝物，现在宝物在我手上，你们再着急也没用了。好，就用这个宝物来对付你们吧。不行，千万别动它。看你慌张的样子，终于知道害怕了吗？让我看看。哦，火焰的标记吗？生存守则之炸弹商人，请找上门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可莉的宝物原来是炸弹吗？难怪会有可莉是蒙德最强战力的传言呢。至少我是肯定不敢跟他打架的啦。但是他为什么要逃走呢？也对。那我们还是先回骑士团找秦团长汇报一下情况吧。可莉也在这里。我自首。我的炸弹沾上了人，违反了生存守则，我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可莉，你先回答我，伤员呢？伤员人在哪里？但是毛茸茸只是偷了东西而已，我的炸弹却把他给……我之前说深渊法师是坏人，只是一种比喻啦。深渊法师不是人类，他们是……与人类为敌的坏家伙。毛茸茸与人类为敌是坏家伙。脑袋跟不上了。这是我的疏忽，因为你还太小，我之前从没有把这些告诉过你。实际上，深渊教团的怪物们是侵扰着蒙德的威胁，最近格外活跃。对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就是听到了宝物的流言才盯上可莉的呀。就像我最初也会想得到，想知道这宝贝一样。所以看在你这次的功劳上，下次的羽球节就允许你一起参加吧。羽球节，哥哥到时候也一定要来哦。圆满的结局。不过，可莉，你原先的宝物藏在了哪里？是不是又想去炸星落湖的鱼了？我不是。
他在拼命给我们使眼色呢。可莉，可莉这就去禁闭室报道。不知道可莉一个人关禁闭会不会无聊？猜猜我是谁？啊，是小派萌的声音。好啊，那就，不对，可莉是真心在反省的，不要诱惑我。禁闭期间，我会留在这里做羽球节特制版的宝物。宝物，嘿嘿，我专门做成了羽球的形状的，很可爱的。等到了羽球节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唉，要是这段话被秦团长听见了，他的禁闭时间估计又要加长了吧。